英雄卡普的下落终于确定，结果还是巴基扛下了所有。在蜂巢岛一战中，卡普一个人对抗半个黑胡子海贼团，银河冲击几乎摧毁半个城镇，海底落下把大将亲自打入地底之下，却为了保护海军的未来徒弟克鲁，惨遭与之溪流偷袭，身体被雷雨贯穿，最终倒在黑胡子海贼团多位干部的围攻下。报纸给出的消息是卡普下落不明，他是否还活着，又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答案。首先可以排除被关押在蜂巢岛，黑胡子之所以将科比抓走，就是想拿他与世界政府做交易，让蜂巢岛成为合法的国家。现在科比已经安全回到海军基地，假如卡普就在他的手，必定会第一时间找世界政府交涉。卡普是公认的海军英雄，影响力比科比大太多，用他来做筹码成功的几率会更大。可见卡普当下并不在黑胡子的手上。纵观当时在蜂巢岛上的角色，只有佩罗娜和莫利亚可能会救走卡普，而且他们两人也有这个能力。2年前顶上战争完结过后，多弗朗明哥接到吴老星下达的命令，带着和平主义者剿灭莫利亚，结果却被他用突然消失的方式逃走。在蜂巢岛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。假如莫利亚和佩罗娜救走了卡普，他们最终会前往什么地方？在海贼王最新178的生命卡资料中，十字工会最初的成员有佩罗娜，这就意味着之后还有强者加入巴基。佩罗娜在草帽一伙歇业的2年里，一直生活在索隆和鹰眼的身边，现在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投奔世界第一大剑豪也是最佳选择。克洛克达尔的目标是建立理想国，鹰眼也表明实现目的还需要更多的强者。如果佩罗娜带着莫利亚赶来，十字工会一定会让他们2人加入。但问题来了，巴基会怎么处置英雄卡普呢？最新的 SBS 第108卷公开鹰眼的过去，他曾经遭受过自己同伴的严重背叛，海军的某些行为让他经历过悲惨人生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鹰眼接受老沙邀请成立十字工会，成为巴基四皇团的核心干部，赏金也涨到35亿9千万贝里。同时还公布鹰眼过去曾是一名海军猎人，依靠猎杀海军维持生活。不过他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，与香克斯的那场传说决斗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？是否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以及会不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？还有他击败的上一位世界第一大剑豪又是谁？从鹰眼的驻地和穿着打扮看，他很可能是一位贵族，甚至有不少海米推测，鹰眼和多弗朗明哥一样是天龙人。在 SBS 第108卷中，有海米询问尾田，老沙曾说鹰眼是一名海军猎人，这与他当七武海有关联吗？尾田回答的原话是，米霍克过去的经历让他恨上海军，并且还遇上了严重的背叛，所以在孤独这方面跟无法相信人性的克洛克达尔是同类，心里是有一部分厌世的。加入七武海是因为这样至少不会再被海军追捕，能平稳过日子。但是如今这个净土也失去了，就想着躲在巴基的影子底下。从这段话可以推断出，海军的某些行为让鹰眼经历悲惨，或许就像罗宾一样，因为掌握着某种能力或信息，惨遭海军的迫害。与此同时，还可以确定鹰眼曾经也有过同伴，不过遭到了严重的背叛。或许鹰眼也曾组建过自己的海贼团，不过在背叛中无奈解散了。这2段悲痛的经历都应该与海军有关，才会选择去当一名海军猎人。他之所以答应老沙组建十字工会，真正的原因是他存在厌世心理。坊间传闻鹰眼去当王下七武海，是因为香克斯在东海失去一条胳膊，没有在剑术上决斗的对象，才去当七武海抓海贼打发无聊时间。其实鹰眼是厌烦了被海军追捕的日子，当七武海可以过安静生活。同意巴基当海上皇帝，也是因为会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。至于鹰眼的身世以及曾经的对手，不知何时才能全部公开。2场战斗测出当下山治的战斗力上限，赤犬证实他比现在的盛平更加强大。自从盛平加入草帽团，就有人担心山治的地位不保。从2人对霸气的掌握来看，武装色应该在同一水平。山治能躲过卡塔库利的偷袭，见闻色绝对在盛平之上。2人都还没有展示过霸王色霸气，更加不会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在和之国对抗百兽海贼团，山治的对手是赏金超13亿的奎因。觉醒体内的血统因子后，山治进化成魔神，也将奎因彻底击败。盛平的对手只是飞6包的福兹府，不管是地位和实力都比奎因差，2人的战斗也没有任何悬念。盛平没有拿出全部实力便取得胜利，不过盛平的赏金涨到11亿贝利，却比山治的10亿3200万高不少，给人一种山治战力不如盛平的感觉。不过在弹头岛的表现，山治比盛平高出不止一个档次。盛平全程划水，没有对战强者，实力也没有继续提升。山治的第一个对手是赤天使盛平，打断对方的一条胳膊获胜。赤天使的战斗力并不弱，索隆和卡库联手才将小鹰眼击败。而且陆奇在来弹头岛之前也说过，赤天使的战斗力不比本体差，山治能轻松击败赤天使盛平，实力也应该会在盛平之上。之后山治与大将黄猿也有交手，轻松挡下闪闪果实的雷射光线。山治对战萨坦圣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，身体人类的部分越来越少了。难道尾田想通过这句话强调山治的战斗力又提升一个档次，已经拥有能匹敌海军大将黄猿的水准？
盛平虽然拿着11亿贝利的赏金，战斗力距离大将还有不少差距。赤犬在马林范多干掉艾斯后，还想着把路飞的脑袋留下来，甚至舍弃性命才挡住岩浆拳头，却被赤犬嘲讽两人的实力差距太大。在草帽团歇业的2年时间里，盛平也没有非常突出的战斗力体力。从山治能轻松击败赤天使盛平，以及能挡住大将黄猿的镭射光线，结合赤犬能秒杀盛平，当下山治的整体战斗力应该比盛平更加强大。随着萨坦圣召唤其他4位五老星，弹头岛即将迎来最后的10分钟，来预测一波草帽团的赏金变化吧。乔巴的赏金不变，依旧是1000贝利。他在弹头岛基本没有战斗，露脸的机会也比较少。海军不给草帽团的宠物提升赏金也很合理。娜美的赏金提升2000万，来到3亿8万6千万贝利。他和乔巴一样，在这个篇章的存在感非常低，除非在最后10分钟能对抗五老星，否则赏金的变化不会太大。布鲁克没有开启大号，一直在划水，也没有太亮眼的战斗。不过五老星正在找贝加庞克留下的信号发射器。从蛋糕岛篇章开始，布鲁克都在扮演骑兵的角色，说不定他会保护发射器的安全。赏金大涨2亿，达到5亿8300万。弗兰奇的表现很中规中矩，没有对抗强者，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。赏金最多会增加2000万贝利，达到4亿1400万。照片或许能换1张。罗宾在弹头岛的表现有点拉垮，对战赤天使过后一直是重伤阶段。之前他的赏金是9亿3000万贝利，相比战斗力略微有点虚高。不过罗宾拥有解读古代文字的能力，赏金也会象征性的涨2000万吧。乌索普在和之国的表现很一般，赏金居然能涨到5亿贝利。抵达弹头岛虽然没有对战很强的敌人，却迎来了巨人族的师傅，说不定在其他五老星抵达之后，陷入绝境的草帽团会依靠他逃走。乌索普也将成为最大的赢家，赏金暴涨3亿，达到8亿贝利。当前盛平也处在划水阶段，没有对战强大的敌人，参与感非常低，赏金的增长必然不会太高，象征性的涨2000万，达到10亿2千万贝利。山治在弹头岛可谓打了一场翻身仗，单挑赤天使盛平轻轻松松搞定，对战大将黄猿能挡住镭射光线，战斗力妥妥的又提升一个档次。他的赏金很可能会大涨到13亿1千万，达到之前奎因的水准。索隆击败了果实觉醒的卡库，也联手卡库打败了赤天使鹰眼。不过在对抗陆奇时一直处于下风，还被调侃拖同伴的后腿。弹头岛的剧情还剩下10分钟，不支持路飞击败觉醒状态下的陆奇，赏金的增长不会太高，达到13亿贝利，再次比山治低1000万。路飞的赏金绝对会大涨，全世界都知道他绑架了贝加庞克，弹头岛的罪行也会算在他的头上。而且路飞还击败了大将黄猿，把萨坦圣也狠狠暴揍了一顿，他的赏金很可能会涨到38亿贝利，超越鹰眼，仅次于目前的黑胡子。山治公开萨坦圣真正的种族，五老星确定都不属于人类。萨博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，为了救下薇薇公主的老爸寇布拉，主动甩出一记火拳攻击五老星，伊姆立马变成巨大的怪物，将火焰一口吞掉。随后五老星也都变身成为巨大的怪物模样，仅仅用了一招就将萨博打成重伤。从5个老头以及伊姆的剪影来看，他们应该都是动物系能力者，不过也有不少海米任务。五老星不是所谓动物系能力者，他们之所以能变身成为怪物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鬼族的成员。萨坦圣去弹头岛对抗草帽团，也展示出了他真正的模样酷似日本神话故事中的妖怪牛鬼，头上长着牛一样的犄角，下半身像蜘蛛，有很多条腿，所具备的能力也非常特别，可以让身体周围的敌人无法动弹，还能用眼睛展开攻击，让战斗力弱的敌人身体爆炸丧命，以及堪称无敌的瞬间恢复，蜘蛛腿断了都能瞬间长出来。在海贼王漫画1108话中，被路飞暴揍后的萨坦圣展示全新形态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爬行，不管是眼睛的模样还是外形，与妖怪牛鬼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山治发现萨坦圣的眼睛出现变化，腿上甚至还附带毒液，深沉又严肃地说了一句：已经完全放弃人类的外形了吗？从山治的话语中不难推断出，他认定萨坦圣并不属于人类，所谓人类的外形只是为了掩盖原本怪物的模样。假如萨坦圣真的是日本神话故事中的妖怪牛鬼，五老星也应该和他一样，都属于鬼族成员而不是人类。难道贝加庞克要公布的世界真相，就是乔伊波伊在800年前对抗过鬼族吗？5个人抢走天龙人的神级果实，3人达到4皇级别的战斗力，不过有2个人已经被路飞击败。38年前天龙人在神之谷举办狩猎活动，准备了多个神级果实当奖品。洛克斯海贼团抵达神之谷后，夏洛特00第一时间去抢夺恶魔果实，暴君熊在情急之下吃掉一个，获得将一切物体拍飞的神级能力，不仅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，还可以拍出人体内的伤痛达到治疗效果。别看大雄只有2亿9600万的赏金，战斗力绝对拥有准大将级别，敢于介入黄猿和冥王雷利的战斗，也是相信自己不会比他2人弱。去弹头岛为了救女儿波妮，一拳打断萨坦圣头上的犄角和几条腿。夏洛特00还是抢到了鱼果实，并将它送给了老相好凯多，那也是一个神级果实，
让凯多变化成巨龙，被世人称为最强生物。凯多也是靠着鱼与果实带来的强大战力，一步步成为海上皇帝。在和之国传授路飞多项顶级能力后，和大妈一起去岩浆中洗澡了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明哥在马林饭多得到烧烧果实，他没有让手下的小弟吃掉，而是拿出来当奖品对付草帽小子。萨博替换路飞进入竞技场，一招龙抓手解决掉所有敌人，当着众人的面吃下烧烧果实，也让他的战斗力提升一个档次，轻松秒杀中将巴斯提尤，对抗大将藤虎也是完全不落下风。去圣地玛丽乔亚对天龙人宣战，萨博从吴老星和伊姆手中逃走，从此被世人称为炎帝。此时的他的战斗力应该很接近四皇。如果明哥让手下吃掉烧烧果实，是否有机会打败陆罗联盟呢？泰佐洛从玛丽乔亚逃走后，带着几个小弟抢走明哥的晶晶果实。经过几年的发展，泰佐洛将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被世人称为黄金帝。他掌握着全世界20%的财富，吴老星也得派陆奇去保护他。当时的泰佐洛能轻松秒杀索罗，草帽团全部成员差点被他灭掉，也应该拥有超越海军大将的实力，依旧打不过剧场版中开挂的路飞。明哥绝对是海贼王中最大的怨主，他还被抢走一个最贵的恶魔果实，就是超人系手术果实，价值50亿贝利。吃下它的人是特拉法尔加罗。明哥收养小时候的罗，一直用心栽培，就是想让他给自己做永生手术。殊不知罗最终成为他的敌人，联手路飞一起摧毁唐吉诃德家族。如果明哥让手下吃掉这3颗神级果实，当一位海上皇帝不在话下吧。萨坦圣掌握的5种神级能力公开，霸王色缠绕攻击略微有点低级，恶魔果实第2重觉醒才是杀手锏。去弹头岛阻击草帽团，萨坦圣用的第1种能力是瞬间移动，前一秒在大海的军舰之上，下一秒就出现在贝加庞克的实验室内。目前确定拥有瞬移能力的人还有2个，速度堪比光速的黄猿算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四皇香克斯，他的瞬移速度能超越黄猿的光速。不过从萨坦圣的移动方式来看，他的瞬移能力应该是依靠科技力量。萨坦圣的第2种神级能力是果实觉醒，应该是某种动物系能力者，头部长得很像是日本传说中的妖怪牛鬼，下半身长着像蜘蛛一样的腿，颈部周围缠绕着黑色的焰云，被波尼用刀刺伤也能瞬间恢复，与此同时还能控制周围人的行动，即便是强如山治也被限制到无法动弹。萨坦圣是否拥有霸王色还不确定，不过他能通过眼睛让人体从内部爆炸。海军准将以下的士兵，只要看到他的眼睛，就会身体爆炸丧命。对战路飞的时候也使用过眼睛攻击，直接将路飞炸飞了出去。有人推测那是恶魔果实的特殊能力，也有人说是霸王色的物理伤害。当年香克斯去找白胡子商讨艾斯的事情，就曾用霸王色将船板震裂。如果萨坦圣也掌握了霸王色物理伤害，霸王色缠绕攻击就显得有些低级了。萨坦圣的第4种神级能力是再生，与动物系的快速回复完全是2个能力，有点像不死鸟马尔科的蓝色火焰，不管身体遭到何种损坏都能瞬间恢复。暴君熊充满愤怒的一拳打断了萨坦圣的犄角以及多条蜘蛛腿，不过在几秒钟之内，萨坦圣就能恢复如初，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打死他。在海贼王漫画1108话中，萨坦圣居然展示出了第2重果实觉醒能力，被武当路飞狠狠揍了一顿之后，萨坦圣也没有再继续隐藏实力，他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战斗形态，势必要将草帽团全部消灭在弹头岛。暂时还不清楚全新姿态有什么能力，但在紧要关头使用的都是王牌，这对路飞来说是一件好事，也可以掌握恶魔果实的第2重觉醒能力，让战斗力再提升一个档次，对战黑胡子也更加有把握一些。赤犬评价路飞觉醒幻兽尼卡后的战力水准，后悔当年在马林范多干掉艾斯成为元帅，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战斗力没有4皇级别。当年赤犬在马林范多见到路飞，只说了一句这个战场对你来说太早，可见在赤犬看来那时的路飞还非常弱，很可能会在顶上战争丧命。得知路飞是革命军龙的儿子后，赤犬下定决心要取下他的脑袋。看到路飞释放霸王色救下艾斯，赤犬不顾任何人的阻拦也要除掉路飞。好在香克斯带着红发海贼团及时赶到，才让路飞能活着离开马林范多。跟着雷利学习2年后，路飞联手罗在德岛击败七武海多弗朗明哥，又闯入四皇大妈的地盘击败2位将星，被摩根斯评价为第5位海上皇帝。赤犬依旧不认可路飞的战斗力，强调在2年前就应该取下路飞的脑袋，甚至还扬言说不管是4皇还是5皇，统统都会被他率领的海军干掉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赤犬得知大妈与凯多联手要在和之国灭掉路飞，黄猿主动要求去和之国一趟，却被赤犬以那里存在强大的武士阻止。后来我们才知道赤犬在害怕凯多，也表明出他没有抗衡4皇的战斗力，能在马林范多抗衡4皇白胡子，完全是因为老爹受伤后实力下降。此时的赤犬感叹自己在如此乱世当元帅，也是后悔在马林范多干掉艾斯。等到路飞战胜凯多的7天之后，赤犬才敢让大将绿牛前往和之国，还特意叮嘱绿牛只抓捕百兽海贼团的人，千万不要去招惹新任4皇路飞。可见在赤犬的心目中，已经认定路飞从一个弱者成长为真正的4皇，大将绿牛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即便是海军也不能轻易与草帽团爆发战争。
马尔科公开黑胡子的战斗力上限，也难怪雷利会说打不赢双果实的地气。自从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开始，战斗力就是一路飙升。对战赏金5亿5千万的火拳艾斯，用黑暗吞噬炎帝获胜。在顶上战争得到阵阵果实后，黑胡子甚至强调自己是最强男人。与前海军元帅战国单挑，被一巴掌拍吐血后，依旧能挡住战国的攻击。随后铁拳卡普加入战斗，黑胡子依旧不怂，强调2个老头不足为惧。不过在面对红发海贼团时，他还是有些忌惮，带着手下乖乖离开。还有在燃烧岛遇到赤犬，也不敢正面战斗，选择第一时间离开。可见黑胡子即便拥有2颗果实，遇到顶级强者依旧有一些底气不足。路飞在和之国击败凯多之后，黑胡子的赏金也涨到39亿9600万，对战赏金只有30亿的罗，前期只用阵阵果实战斗，被狠狠揍了一顿，迫不得已开启暗暗果实才将罗击败。不过却让贝波一巴掌拍飞就走船长，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。黑胡子的表现也很一般，没打赢赤天使鹰眼，靠着偷袭才抓住汉库克的脖颈，却不敢动手将汉库克直接干掉。见到冥王雷利登场之后，被惊讶的脸颊流汗，只能放弃抢夺甜甜果实。不过雷利却说自己年纪大了，无法从正面击败现在的黑胡子，不敢对战红发和赤犬，靠偷袭抓住汉库克的黑胡子，实力真在雷利之上吗？在顶上战争完结后的1年，马尔科带着众多队长去找黑胡子报仇，最终马尔科等人被打得体无完肤，黑胡子也趁此成为4位海上皇帝之一。从马尔科回忆的战斗画面来看，黑胡子一个人就将众多队长团灭，而且马尔科还强调说，完全不是黑胡子的对手，能让抗衡海军大将的马尔科认怂，黑胡子的实力绝对不会在雷利之下。赤犬评价凯多的战斗力远在白胡子之上，但是凯多为何会在临终前对路飞说谎呢？小时候的凯多出生在沃卡王国，10岁的时候便成为该国的最强战士。海军为了能得到凯多，居然答应让沃卡王国可以参加下一次世界会议，可见海军是多么看重凯多的战斗力，而且第一次悬赏就给出7000万。15岁的凯多来到蜂巢岛，因为表现出强悍的战斗力，被洛克斯看中，让白胡子亲自邀请他成为伙伴。可见那时的凯多已经具备顶级强者的实力。当年的夏洛特00也很看重凯多的实力，把鱼与果实直接送给他吃掉。几十年后，2人都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。大妈依旧认为，只要能联手凯多，就能复活当年的洛克斯海贼团，拥有称霸整个世界的强悍战斗力。就连卡普也表示说，假如大妈和凯多联手，他也没有办法搞定这2个人。对年轻气盛的艾斯来说，凯多虽然很强，也有信心能取下他的首级。带着手下闯入鬼岛，没遇到凯多被人，却与大河爆发了一场平手战斗。后来艾斯从和之国回来后，请求白胡子出兵攻打凯多的百兽海贼团。白胡子把艾斯狠狠揍了一顿，强调凯多是玉田都无法战胜的强敌，即便出兵有可能击溃百兽海贼团，白胡子海贼团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失。可见在当年的白胡子看来，也没有100%的信心能击败世界最强生物。香克斯完全没有把凯多当回事，去马林饭多之前，顺便收拾了一顿凯多。从红发海贼团无伤抵达顶上战争来看，应该是轻松打退了凯多和岩灾镜。香克斯是敢于和白胡子正面交手的人，对付凯多也应该有足够的战斗力。赤犬对凯多一直非常畏惧，得知大妈和凯多联手后，不敢让黄猿去和之国，嘴上说是担心和之国战力不详的武士，真实的原因就是害怕百兽海贼团。在咨询老元帅战国的意见后，才迫不得已派遣大将绿牛前往和之国。当年对白胡子不屑一顾的赤犬，难道是认为凯多才是世界最强男人吗？吴老星对凯多的态度与赤犬一样，有凯多在的时候，不敢霸占和之国，直到凯多战败之后，才敢派兵前往和之国，却没敢对新任4皇路飞动手。不过凯多却在临终前对路飞说谎了，他一直强调霸气比恶魔果实更重要，却在与路飞的最终决斗时，依靠恶魔果实的能力。难道说果实强才是王道吗？路飞觉醒尼卡果实后，有4种能力还需要提升，香克斯必然会成为他的最后一位老师。经历过和之国篇章，路飞的各项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。武装色霸气达到流鹰阶层，能从敌人内部造成伤害；霸王色学会最顶尖的缠绕攻击，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伤害。果实开发也觉醒了幻兽种尼卡形态，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。不管是路飞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还是在弹头岛对战大将黄猿，路飞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都算不上最顶尖强者，还有很多技能有提升空间。首先是持续作战的能力，也就是体力不足，每打一会就会变得奄奄一息。在鬼岛对战凯多靠卡里布提供食物，在弹头岛打黄猿后也需要大量补给。真正的顶级强者决斗都需要长时间才能决出胜负，路飞体力不足是大缺陷。其次是路飞的移动速度不够快，在所有的战斗形态中，只有2档对速度有提升，3档是提升力量，4档是结合霸气。虽然变强了，却没有让速度得到增加。对战凯多的时候，即便能预见到对方的行动，也没有足够的速度来躲避。在弹头岛打黄猿的时候，
武当的速度相比光速移动还有非常明显的差距。目前香克斯的速度最快，拥有超越光速的瞬间移动能力，路飞必须从他身上学。除了体力不足和速度不快，路飞的见闻色能预见未来，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目前能短暂预见未来的强者太多，卡塔库利可以，曾经的大将青雉也可以。在顶级强者的行列中，路飞的见闻色并不算突出，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。据说见闻色的最强用法是隐藏自身气息，让敌人的见闻色无法发挥出作用。这项技能的名字叫见闻杀，已经确定香克斯会使用，但还没有展示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路飞刚刚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也算是进入了最顶级的强者行列。目前使用过霸缠攻击的人，也就罗杰、白胡子和卡普，外加凯多和香克斯。霸王色霸气还有更高层次的用法，就是用霸王色造成刀剑一样的物理伤害。据说只有香克斯一人已经掌握，当年去找白胡子时就用霸王色阵列过船板。不管是霸王色物理伤害，还是见闻色和瞬间移动，都只有香克斯一人会。路飞要提升这几种能力，必须跟着香克斯学习，两人的战斗应该不可避免。两场战斗测出当下索隆的战力上限，打拥有双果实的黑胡子也有一战之力。从跟着路飞一起出海开始，索隆的每一次战斗都会让实力提升。对战达兹波尼斯掌握斩断钢铁的力量，对战卡库觉醒了堪比霸王色的鬼气。后来又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剑术提升的同时，还学会了武装色和见闻色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用黑刀秋水换来研磨，等同掌握了武装色流萤用法。联手超新星对战2位四皇，索隆用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，一瞬间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用9刀流亡者系给凯多腹部留下伤疤。之后再对战赏金13亿9千万的炎灾进士，索隆前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炎灾镜的一条翅膀，登基成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为10亿1100万贝利，相比其他皇父并不算非常突出。在弹头岛索隆对战觉醒状态的卡库，索隆也是处于完全碾压的状态。现在索隆的实力有没有大将级别，从2场战斗可以找到准确的定位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之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小弟来到九蛇岛，不是找第一美女汉库克当老婆，而是为了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当时海军也在九蛇岛，为了抓捕汉库克，出动了赤天使鹰眼和女帝小鹰眼与黑胡子爆发激烈战斗，一刀下去将九蛇岛的山劈成2半。黑胡子见状也露出一脸畏惧，害怕被小鹰眼击败，立马开启暗暗果实反击。单从这场战斗来看，黑胡子的实力并没有超越赤天使鹰眼很多。在弹头岛，海军也派遣出赤天使对抗草帽团，赤天使鹰眼也在其中。索隆见到小鹰眼之后非常兴奋，与他战斗也表现得非常认真。最终赤天使鹰眼被抓住，索隆没有受任何伤，可见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大。从对战赤天使鹰眼的战绩来看，索隆的战斗力并没有差黑胡子很多，而且索隆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暗暗果实的邪门能力对他毫无作用。索隆擅长剑术和霸气的结合攻击，对依靠恶魔果实的黑胡子也算优势。而且索隆已经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假以时日，一旦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整体战斗力绝对能达到雷利的水准，对抗黑胡子也绝对有一战之力。不过索隆的对手应该是宇之溪流，期待溪流能让索隆再提升一步。尾田再次加强鹰眼的战斗力，不输现在的任何一位四皇。打拥有2颗果实的黑胡子很轻松，鹰眼的实力有没有4皇级别，一直是海米们争论的话题。有人说他曾经与香克斯多次决斗，据说每一次都是不分胜负，而且当时的香克斯还没有断掉左手，可见鹰眼绝对拥有4皇级实力。不过也有海米说，鹰眼在顶上战争攻击白胡子，斩击被钻石乔治挡下。鹰眼也强调主动攻击，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与世界最强男人的差距。可见在他的心目中，自己与白胡子的战斗力还存在不小的差距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藤虎联手利库王等人提议将七武海制度废除。之后，克洛克达尔提议鹰眼联手，与巴基一起成立了十字工会。随之，鹰眼的往事公布，曾经是一位海军猎人，赏金高达35亿9千万。刚当上4皇的路飞是30亿，巴基是31亿8900万，都比鹰眼低很多。而且海军在介绍鹰眼的时候特意强调，他的剑术比4皇香克斯更强。如此来看，鹰眼的真正实力不输4皇，也不会比香克斯有什么差距。自从路飞在鬼岛击败凯多后，霸王色缠绕攻击已经是顶级强者的标配。香克斯用一招罗杰使用过的神臂，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。卡普用一招霸缠攻击银河冲击，几乎摧毁了蜂巢岛的一座城镇。鹰眼的霸王色缠绕攻击到底有多强，还需要后面的剧情加以证明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手下攻打九蛇岛，目标不是霸占第一美女汉库克当老婆，而是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黑胡子是看过恶魔果实图鉴的人，甜甜果实有何特殊能力他最清楚。不过在攻打九蛇岛的时候，海军也派遣了赤天使去抓女帝汉库克。赤天使鹰眼与黑胡子爆发战斗，从场面上看，赤天使鹰眼并不落下风，黑胡子对赤天使也很畏惧。
迫不得已开启暗暗果实，才将小鹰眼逼退。贝加庞克利用七武海的能力创造炽天使，战斗力不会超越真正的七武海，小鹰眼都能让黑胡子感到棘手。如果是真正的鹰眼与他展开决斗，即便黑胡子拥有阵阵果实和暗暗果实，想打赢第一剑豪也非常困难。首先，鹰眼米霍克并不是能力者，暗暗果实对他来说并没有克制作用，而且鹰眼能打造出黑刀，也能与香克斯打成平手，霸气的修炼绝对不弱。黑胡子目前的弱点就是霸气不强，能不能打过现在的鹰眼还真不好说。时隔1年的伏笔终于揭开，黑胡子放弃甜甜果实，并不是害怕冥王雷利，当时还有2位大将级老太婆在九蛇岛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手下来到九蛇岛，目标就是汉库克的甜甜果实。据说那是唯一的双生恶魔果实，除了能让敌人瞬间石化外，还可以变成传说中的海妖美杜莎。当时海军也抵达了九蛇岛，为了抓捕汉库克，出动了2名炽天使。汉库克也没有束手就擒，将黑胡子的2个手下与海军一并石化。不过自己却被黑胡子趁机抓住脖梗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丢掉性命。就在此时，雷利来到九蛇岛，释放霸王色霸气，震慑在场的所有人。他让黑胡子给自己一个面子，放开汉库克，然后乖乖离开九蛇岛。黑胡子不想失去2个小弟，放开汉库克之后，将克比抓回了蜂巢岛。有不少海迷认为，黑胡子之所以选择离开，是畏惧冥王雷利的实力。当时黑胡子的2个手下被石化，杀掉汉库克会面对3股势力的围剿，冥王雷利外加海军和九蛇海贼团的人，黑胡子一个人很难安全逃走。不过事后雷利说自己老了，打不过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。当时的九蛇岛还有2位强者会参战，他们的实力应该有大将级别，一位就是雷利的女伴夏琪，是汉库克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。当初雷利在香波地群岛暴露身份，卡普就评价过夏琪的实力，强调夏琪是传说级别的海贼，即便海军中的老将遇到他也得小心。如果夏琪和雷利一起攻击黑胡子，即便他有2颗恶魔果实也是白费。另一位也是夏琪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，叫古罗利欧萨，也就是杂婆婆。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位老太婆，她年轻时候的战斗力绝对能匹敌大将。想当年杂婆婆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，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，能与白胡子和凯多这样的怪物混在一起，杂婆婆的战斗力必定不会弱。黑胡子之所以放弃汉库克的甜甜果实，一方面是对雷利有所忌惮，另一方是害怕杂婆婆和夏琪，这2位传说级海贼才是他的最大威胁。博加特的真正实力终于被公开了，曾经抗衡过4皇级强者，妥妥的大将级水准，被誉为海军英雄的中将卡普，身边一直跟着1名副官，他就是博加特，一个不怎么说话的剑士，战斗力也一直是谜。有不少海迷认为，能陪着卡普四处征战，绝对是1顶1的强者。毕竟卡普的对手都是顶级海贼，博加特没点实力也不可能活下来。去东海押送父皇蒙卡的时候，博加特就展示过非常强大的气场。见到卡普被蒙卡一斧头砍倒在地，立马做出拔刀的架势准备战斗。后来帮助卡普调教克比和贝鲁梅伯，表现出的实力也不输任何中将。想当年卡普擅自行动追捕罗杰，博加特也敢站出来呵斥卡普不要乱来。不过卡普带着索尔的成员去蜂巢岛，博加特的表现却让人非常失望。卡普用1拳银河冲击毁掉一座城镇，又将大将亲自1拳打入海底之下，被溪流偷袭贯穿身体之后，依旧能拖着重伤的身体一招击溃恶政王。当卡普被亲至等人围攻倒地之后，一度认为博加特会站出来救场，很可惜他并没有将卡普救走，而是带着 Sword 小队撤离了蜂巢岛。博加特身为卡普的副官，前期的镜头很少，作为边缘人物也能理解。不过在海贼王漫画1096话中，洛克斯和罗杰同时前往神之谷开战，卡普也带着海军参与战斗，博加特就在其中，而且表现得特别英勇。当时参战的洛克斯海贼团旗下成员有凯多和大妈等，都算4皇级强者，还有罗杰海贼团也都是强者，冥王雷利和贾巴的实力也不会低于4皇。博加特在神之谷大战中全身而退，战斗力不会比当年的雷利和凯多差很多。如此来看，他的实力应该有大将级别，只可惜尾田没让他在蜂巢岛表现出来。你知道佩罗娜的生父是谁吗？他与索隆的关系不只有爱情。佩罗娜在恐怖3维帆船初次登场，身份是莫利亚海贼团的3怪人之一，扎着粉色双马尾辫，头戴皇冠，妥妥的可爱萝莉。那时的霸气设定还不完善，佩罗娜的幽灵果实简直就是 bug， 制造出来的消极幽灵简直无敌，把草帽团的3大主力按在地上摩擦。如果不是碰到更加消极的乌索普，路飞的脑袋铁定会被莫利亚拿走。后来暴君熊来到恐怖3维帆船，向莫利亚传达黑胡子当七武海的消息。刚刚见到佩罗娜就问了一句：“你最想去旅游的地方是哪里？”佩罗娜很认真的想了半天，然后一脸期待的把目的地说了出来，结果就被大熊一巴掌拍飞，来到世界最强剑豪鹰眼的驻地克拉伊卡奈岛。后来索隆在香波地群岛被黄猿玩虐，也被大熊拍到鹰眼的驻地，见到曾经的敌人，佩罗娜不计前嫌，给索隆进行了紧急治疗，守在昏迷的索隆身边，一整夜没有睡觉，那应该就是爱情了吧。后来鹰眼回到克拉伊卡奈岛，
把路飞失去兄长的事情告知索隆。为了变得更加强大，索隆主动下跪拜师，祈求对方传授自己剑术。佩罗娜就这样陪着两大剑豪，在克拉伊喀奈岛度过了2年的美好时光。护送索隆从香波地群岛重新起航后，佩罗娜与鹰眼过起了2人世界。鹰眼放下黑刀叶，拿起菜刀当厨师，佩罗娜负责制作下午茶的点心。就在世界会议期间，佩罗娜从报纸上得知莫利亚还活着的消息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佩罗娜是莫利亚捡来的孤儿，一直把他当作父亲。于是佩罗娜决定从鹰眼身边离开，去黑胡子的地盘蜂巢岛寻找莫利亚。后来卡普带着 Sword 去蜂巢岛救科比，一拳银河冲击毁掉半个城镇。为了救科比，却遭到溪流的暗算重伤，最终被青雉等人击败后下落不明。有不少海米推测，卡普并没有丧命，很可能被莫利亚和佩罗娜救走了，就像当年多弗朗明哥铲除莫利亚一样，莫名其妙的从眼前消失。佩罗娜的身世一直没有公开，我们只知道她是莫利亚捡来的孤儿。回顾莫利亚的往事，曾经去和之国挑战凯多，战败后所有同伴被杀，盗走龙马的尸体和黑刀秋水，来到恐怖3维帆船用僵尸组建海贼团。当时的和之国民不聊生，佩罗娜很有可能是莫利亚在那时捡到的。索隆流淌着双月家族的血液，难道他与佩罗娜还有一些关系吗？马尔科存在的2大缺陷被公开，吴老星对他的评价完全错误。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，有世界最强男人保护着成长，还吃下非常稀有的不死鸟果实，力压当年的玉田成为第1队长。年纪轻轻还能与雷利交战，虽然被教做人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跟着白胡子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马尔科轮番对战3位海军大将，挡下闪闪果实的大招8尺群勾玉，紧接着就是一脚将黄猿踹飞，亲自用冰刀刺穿路飞的肩膀。马尔科二话没说，又是一脚踹飞。对战赤犬的表现不算好，吸收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却没挡住岩浆拳头。白胡子在马林范多丧命之后，吴老星一度认为马尔科能继承4皇之位，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的决战中，马尔科和众多队长被完全碾压。事后马尔科本人也说了，面对得到阵阵果实的黑胡子，自己完全不是对手。去和之国帮助路飞对战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成为草帽团的全职保姆。见到4皇大妈要去鬼岛屋顶，他不顾佩罗斯佩罗的夹击，也要挡住大妈。后来一个人对战镜和奎因2位大看板，在众人的攻击下护送索隆去打凯多。面对2位赏金超10亿的强者，马尔科也是游刃有余，没有一点劣势。当凯多吐出热息攻击娜美的时候，马尔科再次挺身而出化解危机。从顶上战争到鬼岛战争，马尔科对战众多强者，却暴露出2个缺陷。第一个就是恶魔果实的能力是恢复，对他的攻击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。对战3位海军大将的时候，场面上并没落下风，却没有打伤任何一个人。相比海军大将们毁天灭地的攻击，马尔科的攻击力也明显弱一个档次。后来去鬼岛对战2位大看板也是，全程压着岩灾镜和异灾奎因打，却没有对2人造成任何伤害，也能反映出马尔科的输出并不强。第二个缺陷就是拥有武装色和见闻色，却不具备霸王色霸气。在所有的皇父中，索隆和卡塔库利会霸王色，比马尔科高出一筹。凯多打路飞时强调过，只有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才算最顶级的强者。目前除了黑胡子和巴吉，其他几位4皇也都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马尔科不会霸王色也可以确定，他不具备顶级强者的战斗力。当初吴老星说他能继承白胡子成为4皇，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。不过香克斯却非常认可马尔科的实力，多次邀请他成为自己的伙伴。赤犬公开暴君雄的真正实力，妥妥的大将级别，难怪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黄猿也不敢动手与他战斗。暴君雄曾经是索尔贝王国的国王，陪同多拉格一起创立革命军，很可能是革命军的上一任参谋长，至今却没展示过全部实力。他能将看似用来卖萌的肉球果实开发出各种堪称 bug 的无敌技能，因此一直有不少海米认为暴君雄的战斗力至少在准大将级别。他的雄之冲击破坏力不输任何自然系，将一座城镇摧毁也不困难，瞬间移动也能轻而易举做到，速度甚至不亚于黄猿的闪闪果实，还拥有强大的治疗能力，拍出人体内的伤痛，让伤者瞬间恢复。当年大雄去恐怖3维帆船找莫利亚，传达黑胡子担任七武海的消息，莫利亚就非常忌惮肉球果实的能力，被调侃也不敢与暴君雄战斗，与草帽团战斗可以说是完全碾压。索隆被打得扔下佩刀放弃战斗，为了能保住船长路飞的性命，只能祈求暴君雄用自己的脑袋交换。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打飞天龙人后，黄猿主动请求去剿灭草帽一伙，灭完霍金斯和德雷克一群超新星后，又将索隆按在地上狠狠摩擦。好在冥王雷利及时出现，救下索隆之后与黄猿爆发激烈战斗。暴君雄有点轻视黄猿与雷利的实力，来到2人中间也不担心受伤。雷利得知他的意图后拖住黄猿，认可暴君雄有实力救走草帽团。黄猿见到突然到来的暴君雄，也是一脸震惊，让他必须给一个交代。大雄没有理会黄猿的话，强调不是海军的命令，他想干什么都可以。黄猿听完后却没有出手攻击，可见他对暴君雄的实力有所忌惮。世界会议期间，暴君雄彻底失去意识，成为天龙人的最强奴隶。萨博联手3位军队长，
将暴君雄从玛丽乔亚带回革命军基地。可是暴君雄并没有待在龙身边，而是一个人回到天龙人的地盘。天龙人的守卫简直不堪一击，被一招雄之冲击全部击溃。元帅赤犬不得不亲自出马，看到被暴君雄破坏的城堡也很震惊，评价暴君雄是非常危险的野兽，不能放归山林，必须在此刻消灭。立马甩出一招岩浆冥狗，没有躲避的暴君雄被打掉半张脸。见到暴君雄想要逃走，赤犬再次展开攻击，将其一条腿打断，还是没能阻止暴君雄逃走，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自己面前。从赤犬评价暴君雄为怪物，以及一开始就拿出全部力量攻击，是认定暴君雄拥有很强的实力，不认真战斗不可能将对方击败。拥有霸王色打不赢16岁的少年，被2位海军大将围攻，差点丧命大海。号称冥王的雷利真的有4皇级别的战力吗？作为白嫖色霸气的受害者，雷利赔上一条船跟着罗杰出海。在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中，罗杰与卡普联手对抗洛克斯海贼团，敌方不仅有洛克斯，还有年轻的白胡子和凯多等一群顶级强者。最终洛克斯海贼团被击溃，也能说明当年雷利的实力也是最顶级的。后来16岁的巴雷特加入罗杰海贼团，经常向罗杰挑战，都以失败告终。与年轻的雷利也经常战斗，据说雷利没有放水，也没能将巴雷特击败。对战白胡子海贼团时，雷利表现得很强势，一根手指挡住马尔科，同样是顶级海贼团的2把手。年轻的小马哥明显比雷利弱一个档次。抵达拉夫德鲁之后，罗杰解散海贼团，向海军自首，开启大海贼时代。雷利找到美女夏琪当女伴，一度魔将的身份隐藏在香波地群岛。夏琪向草帽团介绍雷利的时候，强调雷利的实力不输100个超新星。卡普与罗杰海贼团交战多年，对雷利的战斗力强弱也是了如指掌。得知雷利在香波地群岛出现后，强调即便是海军老将面对他也会吃亏。黄猿很快就印证了卡普的话，剿灭草帽团的时候与雷利爆发战斗，一不小心脸颊还没划伤，可见老年雷利的实力一点不比海军大将弱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雷利和慎平一起陪同路飞回到马林范多祭奠艾斯。吴老星得知此事后非常紧张，他们很担心雷利会重新出山当海贼，可见5个老头也在忌惮雷利的实力，不希望如此强大的海贼作为敌人。经过2年的修炼，路飞不仅掌握了3色霸气，还开发出橡胶果实4等，好歹也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。结果与雷利交战被一拳头打飞。据说雷利曾经遭遇过一次海难，幸亏遇到孩童小巴才保住性命。很多海迷对此不能理解，雷利没有吃恶魔果实，能游泳穿过无风带，打海王类如同砍瓜切菜一样轻松。遭遇海难很可能是遇到强者而受伤。从小巴的年纪推算，雷利遭遇海难的时间差不多就是罗杰处刑的时候。海军为了能顺利处决罗杰，一定会出动顶级强者阻拦雷利去闹事。一位海军大将完全不是雷利的对手，至少得2位大将才有可能打伤雷利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手下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。好在雷利和夏琪及时出场，释放出霸王色，才让黑胡子乖乖离开。作为4皇的黑胡子不敢继续战斗，也是对雷利的实力有所忌惮。事后雷利告诉汉库克和夏琪，黑胡子能主动离开是最好的结局。现在已经老了，战斗力有所下降，打不过拥有2颗果实的黑胡子。潜台词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完全有打赢4皇的战斗力。